病的，醒醒，还做不做生意了？快帮我看看今年的 KPI 完得成完不成？你呀，印堂发黑，眉尖嘴裂，脸上涂再多的粉都挡不住你这一脸衰样。笑话，姐姐可是如假包换的白富美。白富美还关心 KPI 干嘛？我看白是真白，可惜是一穷二白的白吧。乌鸦嘴扫把星，哼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切，装什么装？小爷我当年也是土豪，不就几个钱吗？小杨，快来给姐姐看看我最近桃花怎么样啊？不算不算，说真话了又不爱听，说假话了又不相信。哎呀，我听，我信，你说啥我都信。快来给姐姐看看手相啊！哇，豪车配美男，快帮我看看，我跟他有没有可能啊？你最近更年期失心疯吧？画风都不太一样啊。你小子皮痒了是不是？让我打，我让你胡说八道，我让你胡说八道。逼着我要算的，给钱。你还要钱？那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唉，我叫杨静华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。据说祖上是非常厉害的除妖师，声名显赫，更有皇帝所赐的金匾代代相传，光宗耀祖。但到我这一辈，只能沦为帮人算卦。唉，好不甘心呐！哟，杨大师，你回来了呀？今天休息，别找我算了。不是要算卦，是我这笔记本坏了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为了补贴家用，只能搞电脑维修当副业，但有时候穷得连配件都买不起，只能去附近的垃圾处理厂碰碰运气。这个不对，这个用不了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那么晚了，谁在那里？为什么堂堂阳明司竟然会出现在这里？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，安心上路吧。哇！是谁？不好意思，太激动了，没忍住就喊了出来。这是在拍电影吗？哇，特效好逼真啊！你既然能看到他，有点能力，报上名来。我叫杨静华，你是那个宋仲基是吧？韩国演员不容易啊，讲中文讲这么溜。华多格斯！刚才那是什么妖术？那是恶灵之术，一般人被击中，理当魂飞魄散。所以你赶紧离开这里。杨静华是吧？这个名字我记下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端木熙，是阳明司，为了净化这个世间冤魂浊气而存在的除灵师。可恶，给他跑了。哦，原来是个茅山道士。随你怎么想，没事的话就快点离开这里，别妨碍我工作。切，装什么大牛叉？不就是个跳大神的？我祖上可是皇族御用的除妖大师，也算是出身名门，老子也是帅过的好吗？要不是爹妈死得早，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想想就这么奔三了，没老婆没车没房子，我年轻那会儿在干嘛呢？唉，在这拼爹拼钱拼人品的三拼时代，如果换个身份，我肯定不能混到现在这样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投胎的机会，我一定要过不一样的人生。这么漂亮一定是男孩子，皮肤那么光亮白皙，脸庞俊俏可人，我真的重生了耶！你以为是穿越剧呢？好好听着，杨静华，你已经死了，现在的你
是灵体状态。啊，你不是那个假扮韩国演员的毛山斗士吗？嘿嘿嘿嘿嘿，少跟我开玩笑了！上一秒我还记得自己大步走在马路上，下一秒你就被土方车碾过，直接压平成2维化的了。虽然没留全尸，但大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。你要不要验验货？是哪里来的小婊子？开车不长眼，害死老子的！我要他们血债血偿！今天凌晨，又有一起土方车伤人事故发生，这已经是今年本市发生的第47起类似事故。多拉快跑赚了钱是老板的，出了事有保险公司赔。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放屁！就因为你这种偷鸡摸狗的人渣毁了老子一生，有没有人性啊？还我命来！我诅咒你，我诅咒你全家！信不信我把你吊死在你家？人死后会面临不同的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刚死后的懵懂期，第二阶段是对自己死亡事实的反抗期。我竟然上电视了！我长这么大竟然还是第一次上电视。第三阶段的死后亢奋期，它来得有些早。没想到我还挺上镜的，电视里看自己的感觉真是棒棒的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我最后一次上电视了吧？啊，对了，赔我的钱呢？撞死人都得赔个几十万吧？你无亲无故，你的死亡赔偿金将来大概会作为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使用。什么？交通道路救助基金是什么鬼？死的是我，怎么去救助别人？那是我的钱啊！见了鬼了！老子懂事以后就没见过那么多钱，连摸一下的机会都没有。再想一想，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好事，死了倒赚了这么一大笔钱，现在还是挺有意义的。嘿嘿，生前没做活雷锋，现在倒是当了一把死雷锋。最可怕的第4阶段，无限纠结错乱期。怎么样，闹够了吗？我还是有很多事不明白。人死了不是应该变得阴森恐怖吗？为什么我反而像加了美颜效果一样光彩照人呢？有时候人死后的灵魂会呈现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面，或许是他最在意的时刻。总之，这一定是你内心深处最重要的一段时间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我初中时候的样子，那个最美好的年纪，最开心的一段日子。清华，静华，爸妈，已经成了灵体，还神游呢。你管我？话说，你为什么阴魂不散地跟着我？因为我要你成为我的影灵。影灵？一般人死后便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了，但是有些人例外，他们会在镜中或者水中留下影像，就是说，即便失去肉体，也可与阳间保持联系。这种人一般天生有着很强的灵念力，比如说你活着的时候就能看见那些东西。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处于阴阳两界之间？对，但即便如此，你死后在世上也只能停留7天。如果不想就此消失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做我的影灵，跟我签订契约，协助我工作。不要，说白了就是给你打工。老子活着的时候就给人家当孙子，死了还得听人使唤，想都别想。既然都这样了，我谁都不怕。救命啊！这么高摔下去死定了！别叫了，你已经死了。我会飞了，这算不算因祸得福？看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虽然跟杨静华相处不过一会儿，端木溪便有种世界观被刷新的感觉。他开始觉得自己跟某个人打的这个赌，是不是有点玩大了？你把头埋墙里已经10几分钟了，死后忧郁也得有个限度吧？谁犹豫了？我在等一个机会，什么机会？重生的机会。我想到了死而复生的办法。连我都很难保证，
你有现世转生的机会，你又是怎么做到的？那还不简单，有句成语叫做物归原主。我是从哪里生出来的，我就要从哪里回去。再过一会儿啊，这个孕妇就该生了，这是我投胎的好机会。喂，放手啊你！老子赶着去投胎的，你别耽误事儿。你给我认认真真听好了，你现在的状态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的，要么7日后消失，如果期限已到，还不愿离世的冤魂就会变成恶灵，到时候就别怪我。我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！你说什么？大声点！哼，我那么纯良，怎么可能会变成恶灵？想威逼利诱我给你打工，门儿都没有！鬼啊！真欣喜，自己是鬼还会被鬼吓。杨明思，之前的账我们还没算呢。哎呀，原来是个小萝莉呀，吓了叔叔一跳。叔叔给你买棒棒糖吃好不好？哎，不喜欢？那香蕉呢？要不要吃个榴莲？来，张嘴啊！我的太阳，好大的口气啊！直接把我干飞了。咦，仔细看那个小萝莉，不就是之前放跑的那个吗？好像比之前厉害了许多。那个韩国道士搞得定吗？杨明思，给我你的灵力。哼，以为躲在医院吸将死之人的浊气就能打赢我？不是怎么知道的？明白不灵。你下水前不先照顾一下你的小伙伴吗？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死开！给我死开！他们是想强行把他恶灵化。可恶，没法专心使用全力。喂，杨明思，没看到我被缠上了吗？你倒是快发力呀！没想到堂堂杨明思居然会被一个魂灵所牵绊，好稀罕呢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还是下不了手吗？以你原本的实力，我们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但如果你还想得到他的话，最好乖乖的把你的灵力交出来。过了今晚，他就将被恶灵化，到时候你只有亲手除掉他了。想好了就来后山找我们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大哥大姐过年好，晚饭吃了吗？没吃的话，我请你们吃宵夜呀。都别想，他可是我们的座上宾，要想猎取杨明思的灵力，还需要他来做诱饵呢。你们说的那个杨明思，到底什么来头？他不就是个韩国版的茅山道士吗？茅山道士。听我，除妖降魔的门派有很多，而能被称为杨明思的，只有立足于所有门派顶点的端木世家。而刚才那个人，就是端木家的掌门，他体内所蕴藏的灵力无穷无尽，谁能得到他的力量，就可以举世无敌，甚至还有现世转生的可能。我操，那不是唐僧肉吗？老子也想尝一口啊！谢谢这位姑娘，既然大家都是魂灵，兄弟我定当为大家共谋福利。趁着他对我还没有戒心，让我把他引过来，你们做好伏击的准备，吃唐僧肉喽，老子可以复活喽！哈哈哈！走起！让这小子就这样去了，等着瞧吧。还好老子演技逼真，毫无破绽。
你这小子，他们怎么会让你跑出来的？嘿嘿，因为人家是聪慧机智的小烟火。他们不可能放过你的，而且你身上的恶灵化妖术也不会就此停下。现在，只有他能救你。戒指，这是锁灵戒，带着它就能和我签订契约，成为我的影灵。哼，绕了一圈，还是要让我帮你打勾，没门。好啊，那我就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你变成恶灵，然后日的你烟消云散。蠢货，端木家的掌门也不过如此，人还是容易被同情心所利用的。早就知道阳明寺能将灵力传导给影灵，并且一旦建立契约就无法终止，不然两者都会消亡。只要这锁灵戒带上，阳明寺掌门的力量就是我的了。竟然被你识破了！你这演的也实在太业余了。那个家伙的性格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同意和我签订契约，并且也不问清楚带上之后的所有条件？看样子费了半天劲儿，还是得用硬抢的了。就凭你们几个，是不是有点太自信了？为了能得到你的灵力，整片山林的恶灵可是都蠢蠢欲动啊！更何况我们还有个人质在手。你们把老子变成恶灵好了，被你们当个道具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还等什么？一起上！他果然好强。他就一个人，两个阳明寺的能耐在呢，今天也别想走出这片山林。接着，戒指，你这是要逼婚啊？带上的，成为我的影灵。我怎么能确定你没给我下套啊？连合同都没看到，万一是个终身约，那我不是亏大了？你说的没错，影灵的契约一旦成立，就会终身相随。但这是你能保持灵体不灭的唯一办法。什么时候聚集了那么强的恶灵之气？他们都是来为你送行的。端木，竟然被杨树不禁风头，还兴起自己的安危来。既然这么不了不起，那就算了，我就把你连同这片山里的恶灵全部清光。不是来真的吧？慢着，让我试试。那名头还在硬。这就是阳明寺灵力真正的力量吗？不要过来！这都不是我的错，都是这些人该死！现在祈求已经完了，你既然选择了堕落，就无法回头。我没错，我没错，都是这社会的错，这世界的错，我不想死！哇哦，我感觉现在精神百倍，这就是传说中有动的灵力吗？嘿嘿嘿。你未完成的遗愿，由我代盘全收了。这世间的一切，我会给你一次机会吧！安心去吧。这就是阳明寺的净化工作吗？看着跟杀人现场似的。他早就死了，强留于世，扰乱阴阳平衡，自然留不得。但他还小啊，难道就不能给他悔过自新的可能了吗？你过来，我让你看清真相。这是什么？他生前杀过这么多人？他生前是个杀人惯犯，你之前看到的是他最终保持的纯洁样貌。
我不想去探究它变成这样的原因，即使值得同情，也并不代表可以被原谅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刚才都是未来工作中要牢记的重点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刚才你是不是用激将法逼我同意了契约？喂，哦，知道了。喂，你回答我啊！别打电话装傻。好了，你和我的第一份工作来了。啊？是啥？接机。啊？接机？叫我陪你打游戏吗？不好意思，请你把帽子和眼镜摘下来。哦，sorry。这样可以了吗？